兄弟们，如果你还单身啊，希望你能够听我劝，早点谈恋爱，甚至遇到对的人啊，早点结婚。我进入婚恋这个行业已经快有10年了，现实它是真的很残酷的。你在20岁遇到的姑娘呀，多数都是和你同龄的。这个年龄啊，大家其实都在相信爱情，很容易被感动。什么车房彩礼啊，根本不那么重要。或许你只需要对她好，她就愿意陪你啊去住出租屋，陪你一起创业，陪你共患难，愿意对你好。这个时候的感情，其实现实成本是最低的。你们争吵之后分了手，你就会认为在一起好麻烦啊，你想换人或者干脆单身就好了，因为你年轻嘛，所以你是有底气的。但当你25岁的时候，大多数人已经离开校园步入社会，你就会发现呀，社会并不是你想的那么温柔，岁月也不是那么的美好，你就会感到孤独，希望有人来爱你。但你有时候又会觉得很自卑，好像自己的条件并不是那么优秀，不知道喜欢的姑娘能不能看上你。这个年龄段的姑娘呢，很多都谈过恋爱，被感情伤过，在步入社会工作之后，她们就会越来越觉得面包和爱情好像只有面包才可以吃饱。再加上社会圈子里面的攀比，让她也越发的觉得感情好像没有车房重要。于是她开始想要找工作能力强的、赚钱多的、车价值高的、房子地段好的。虽然这个年龄依然会相信爱情，但好像并不是那么纯粹了，多少会用男人愿意给自己花多少钱来衡量这段爱情。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得需要努力赚钱，买车买房，好娶自己心爱的那个姑娘。当你到了30岁啊，大多数人还是老样子，只不过存款多了几万，甚至还有可能是负债，靠着家里人贷款买上了车房。你开始进入到相亲市场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你能遇到的姑娘都已经快30岁了，她们对物质的需求会越来越高，你跟她们去相处啊，会觉得很累，依然觉得满足不了。你的心态有点崩了，喜欢你的你不喜欢，你喜欢的不喜欢你，父母家人催婚，周边人不理解你，你步入到了大龄。其实你也很想结婚啊，只是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、愿意爱你的人而已。可是现实就是这么难。有一位男士啊，88年的，35岁，在北京买了车房啊，身高180，长相5分吧，不丑，工作稳定，还有副业，每月收入在2万以上，父母退休啊，老家2套房子，还有一个小商铺。结果相亲呢，遇到的都是30多岁的姑娘。他被人挑剔，绝大部分嫌弃他的房子啊远在外环的，还有一部分嫌弃他月收入太低啊，过不上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还有嫌弃他不是北京户口的，嫌弃他爸妈呀时不时还要过来住的，嫌弃他的日产车太低档，还是个外地车牌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他找28岁以下的，人家还会嫌弃他老。也有看上他的，可条件跟他确实相差太远，他也不喜欢。他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姑娘不图车房就愿意跟他在一起，那个时候条件没那么好，他觉得呀想要工作就放弃了。现在想想呀，或许那个时候在一起他早就结婚了。男人年龄越大越吃香，指的永远都是那1%的男人，那是能带领女人跨越阶级的男人，他们不管年龄多大，从来都不缺女人。可我们都是普通人呢，你年龄大不是你不好找，而是你能遇到合适的另一半的概率会越来越低。你30岁你还可以找到27岁的，当你35岁你能遇到的基本都是快30的。如果你还想找年轻的，人家一定会嫌弃你的，这么大年龄怎么还在做梦啊？这些都是现实问题。有些男人啊，年轻的时候相亲遇到的姑娘嫌他穷，没车没房，他又努力的觉得男人事业是最重要的，可到最后事业能成功的人太少了，大多数都是靠着家里人帮助贷款买个房子，买个代步车。那个时候虽然有车有房了，可你依然比不过其他人。婚恋这个市场上是雄竞和雌竞，就是你要在雄性竞争当中有足够的优势，才可以在30岁的这个年龄里面获胜。30岁大多数人的工作开始稳定，社会阶层也开始有了区分，要么拼实力，要么拼家庭，要么你就得拼年龄。如果你实力一般，家庭一般，那就要在最好的年龄里面去遇到一个你觉得不错的人。事业爱情其实并不冲突的，能让你觉得累的，要么工作不好，要么感情不好。说了这么多希望你们明白最好的爱情一定是你在年轻的时候遇到的。如果你现在还在校园，如果你现在还年轻早点谈场恋爱，遇到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的话，那就早点结婚。年龄越大你就会发现越难沟通，因为思想不那么纯粹，也很现实。说了那么多，希望你能够懂也希望以后的你有良人相伴，遇到的人能够视你为珍宝，也愿你有一个可以安定的未来。